大家好，我是林基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再过几个月，辛丑牛年就即将结束，在2022年壬寅年的2月1号，就是我们的春节；2月4号则是立春，也就是壬寅虎年，正式进入到明年的壬寅年。在2022年，生肖是属老虎。在接下来的视频会陆陆续续分享在明年壬寅虎年12生肖的吉凶祸福一系列的视频当中，一一为大家分享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分享给你的朋友，还有点赞以及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。我们将陆续做生肖流年的运势更新。您的支持也是灵基的动力与来源，还有最大的鼓励。灵基感谢您，谢谢。首先，我们就来了解2022年生肖属虎。既然生肖是虎年，那我们就由生肖老虎来开始为大家做分享与介绍。首先，生肖属虎的在健康的运势方面，因为生肖虎年受到了太岁的影响，以及剑锋、血刃还有白虎这几个凶星的影响，在健康方面则是要注意，不是非常的良好，而且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可能就会出现了一些不舒服的小毛病。通常属虎的人都会忽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，但是如果说不及时的加以控制，或者是适时的去注意它，导致病情恶化的话，则很有可能反而会让病情加重。所以建议属虎的朋友在明年还是要多多留意自己的健康状态，只要觉得不舒服，一定要记得看医生吃药，自己也不要随意到药房或者是听取偏方做不切实际的成药服用，则会导致病情更加的严重。另外，如果说需要开车外出的朋友，也需要特别留意交通事故，尤其是在走路或者是开车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意遵守交通规则。如果家中的小朋友也是属老虎的小孩，则一定要叮嘱他们遵守交通规则，不要闯红灯。开车的朋友也不要疲劳驾驶以及酒后驾车。接下来就是生肖属虎在壬寅年的感情运势。在2022年属虎的朋友们，感情会呈现比较不稳定的状况。虽然平常的时候属虎的人都具有个人的魅力，但是这个个人的独特魅力，如果是对已婚者来说，则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麻烦。在今年来讲的话，则会就是在感情上的一大困扰。所以在今年必须掌握好与异性之间的距离，避免暧昧不明，反而造成他人的误解，带来危机或是形象受损。另外，如果说未婚的人士要脱单的机会，可能也需要慢一点。在社交与他人接触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亲切感，不要有让人家误以为高冷、难以接近的感觉，反而顿时让这个好感度就会下降。生肖属虎的部分，在事业的部分可能会产生比较多的困难，还有波折。虽然你本身具有强烈的事业心，还有企图心，但是建议可以由将星以及驿马星的力量来增加外出社交的活动，努力去拓展你的工作事业，反而在忙碌中会有所收获。但是因为平时难免会有不懂得去经营人际的社交关系，而且平时的个性会比较强势，让人有距离感，但是喜欢表现自己，所以要增加亲切感，与他人多互动社交。另外，在本命年的时候，也受到指背星这颗凶星的影响，在平时与同事相处的时候，可能会发生一些小误会，
以及口角是非，或者是一些不愉快的矛盾，这个时候则要非常低调小心，尽量不要让这个误解是非或者是纠纷继续扩大，难免就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事业上的进度。也要及时的调整在与人和之间，还有工作事业的进度上面，做好详细的规划，这样子困难就会迎刃而解，降低了阻碍与波折，而在事业上也就会有更好的表现。这个时候，岁假这个吉星也就会发挥它好的功能，带来加薪升职的机会。所以记得一定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，脚踏实地的去做，不要有投机的想法。另外，在面对诱惑的时候，一定要保持中立、稳定的立场，不要误入诱惑的陷阱，导致错误的判断，让自己陷入无尽的是非与困扰之中。另外，财运的部分也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，特别是在投资偏财这个部分，因为受到地煞星的影响损害，容易忽视一些小细节，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以及损失，还有亏损。其实，在生活当中，属虎的朋友对于理财投资也是会下功夫去研究，甚至非常有兴趣了解它相关的资讯。但是因为受到五鬼星的影响，导致属虎的朋友会有一些盲目理财的冲动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盲目冲动的投资，反而造成钱财的损失、破财的危机。除此之外，在日常生活中的开销花费也要注意一下，要尽量的开源节流，不要购买自己能力负担范围的一些产品，或者是不需要的电子3C以及流行的物品，反而导致这样子不必要的花费，让自己的荷包失血。另外，也可以培养第二专长，或者是兼职，可以增加收入，让财富更加的稳定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分析生肖属鼠的朋友们在2022年壬寅年的流年运势。在壬寅年生肖属鼠的朋友们，事业的运势可能会稍微的低迷以及坎坷，尤其是在年初的时候，可能就会接到比较繁琐以及困难的工作与任务，遇上凶星、天狗星的影响干扰，容易在工作事业上出现一些错误的判断力，导致判断失误，也很容易受到身边小人的干扰，在工作事业的拓展方面受到阻碍。但是还是需要保持乐观、积极向上的态度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，基本上的话都可以迎刃而解，所以不要太过于担心。另外，在2022年虎年的时候，也要培养自己的适应能力，也可以积极主动争取到其他地区出差、外派或是学习的机会。所以在2022年的时候，整体的事业运势并不是非常的理想。如果说你目前拥有稳定的工作或者事业，想要有转换跑道的想法，希望还是要多加的评估与留意，不要冒险的辞职或者是转换跑道，以免陷入迷茫还有纠结的情形。因为财运和事业运表现得比较一般，所以容易遇到一些不顺心的状况。身边也因为有天狗星、灾煞、阳刃这些凶星的干扰，导致工作的进度可能变得缓慢，甚至是毫无进展。但是也不要太过于焦虑，因为还有吉星、八座、将星的暗中辅助，只要保持一个最佳的工作状态，多注意一些细节的部分规划，许多的困难以及事情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。只是这些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以及精力。
另外，今年在流年虎年，感情的运势也是属于比较不稳定的状况。虽然单身的人可以遇到不错的对象，但是相对的也会容易遇到一些烂桃花。在一开始交往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多观察、多留心、多评估，考虑两个人是否真正的合适，性格是否真正的可以相处在一起，而不要只看对方的外表。虽然外表在感情的基础上也是重要的评分之一，但是如果过于注重表面，反而容易在感情的路上遇到更多的坎坷与挫折。而且人常说相爱容易相处难，在相处上毕竟还是要以性格、个性以及三观是否能够合得来才是最主要的。如果说在身边追求你的人不是你真正喜欢的类型，一定要拒绝，不要暧昧不清，让人产生误会，造成不必要的麻烦，反而因为这样而错过真正的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。另外，已婚的人与另外一半相处，也要多控制好自己的脾气、个性，多一点的信任与包容对方，不要凡事斤斤计较，而闹到两个人不可开交的一个状态。另外，在健康方面，也是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。虽然健康的运势还算是不错，也不会受到太大疾病的困扰以及干扰，尽量能够让生活作息规律，但是也会由于凶星的干扰，则要注意自身的安全。出门在外的时候，也要多注意周遭的状况，勿抢红灯，勿抢快。在过马路的时候，一定要谨慎小心，注意安全，谨守交通规则，不要酒后驾车以及疲劳驾驶。另外，家长也应该要提醒家中未成年的小朋友，不要和陌生人有过多的接触以及谈话，应该灌输他们正确的安全意识以及交通安全法则，防范于未然。在2022年的时候，也要多锻炼自己的身体，提高自己的免疫抵抗能力，防范于疾病的干扰以及侵袭。财运的状态会是属于比较低迷的，虽然没有这些太岁的凶星来干扰，但是会受到灾煞、吊客还有牢狱这些凶星，造成财运上负面的影响。另外，在生活当中也尽量留意，勿与他人有过多的经济往来，以免造成财务的纠纷，甚至如果严重的话，也会将面临的是非官司，严重的话反而会引起牢狱之灾。因为这些事情毕竟都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还有精神。如果是在投资的部分，一定要听取专家的建议，甚至就是家人的意见，保持警惕，不盲从，不随意听取他人错误的讯息，多做定期定额的存款，比较保守型的保险理财投资，以稳定的方式来累积财富。以上就是生肖属老虎还有老鼠的流年运势分享。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，请记得分享、点赞以及按下免费订阅的小铃铛。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与来源。感谢您，谢谢。